4天以前是英雄，4天之後一场空。阿根廷中场道歉吗？我恩佐认错，绝不。说的是恩佐·费尔南德斯，25岁，阿根廷中场。世界杯决赛最后3分鐘，他一脚把西班牙的小将铲翻，2张黄牌变1张红牌，被罚下场。阿根廷10个人踢完加时，0-1，冠军没了。而4天之前的半决赛还是他接梅西的傳球一脚远射，亲手把英格蘭送回了家。决赛之後，骂聲全衝着阿根廷去了，罵的就仨字：輸不起。就在這篇罵聲裡，網上冒着一封署名恩佐的道歉信，道的還是沒能贏球的歉。那封信是假的，壓根兒不是他寫的。他真正發出來的那篇長文，別說道歉，一個字都不認。他跟梅西的緣分得從10年前說起。2016年，阿根廷連着輸了幾個大賽決賽，梅西心灰意冷，宣布退出國家隊。那時候的恩佐才15歲，還在阿根廷的大俱樂部河床踢青訓。他在臉書上給梅西寫了封公開信，大意是：我們這輩子都沒扛過你肩上1%的壓力，憑什麼勸你？可我還是想求你留下。這封信傳遍了阿根廷。幾個星期之後，梅西改了口，留下了。6年之後，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，當年寫信的小孩跟梅西並肩把大力神杯舉了起來，他自己還拿了那一屆的最佳新秀。他後來在切爾西官網的採訪裡說，梅西一直是他的偶像，他做夢都想夠跟偶像同場踢球。又過了1個多月，切爾西砸出1億680萬英鎊，把他從葡萄牙的豪門本菲卡買走，那是當時全英國歷史上最貴的一筆轉會。後來切爾西又行使合同裡的延長條款，直接把他簽到了2032年。到了這屆世界杯，他是阿根廷中場的發動機，還包辦了2個名場面。16強打埃及，阿根廷0-2落後，眼看要回家，羅梅羅追回一個，梅西扳平。第92分鐘，恩佐一頭球絕殺，3-2。那個進球還被國際足聯認定為世界杯歷史上的第3千粒進球。他在國際足聯官網的賽後採訪裡說，這是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個進球。4天後半決賽打英格蘭，英格蘭先進球，第85分鐘，梅西送出助攻，恩佐20碼外一腳遠射轟進死角，扳平。補時階段老塔羅絕殺2-1。走進決賽那天，他是這支球隊裡最不該出事的人之一。那2張黃牌到底咋來的？決賽在美國新澤西踢的，80600多人到場。主裁判是斯洛文尼亞人溫契奇，世界杯決賽頭一回交給斯洛文尼亞裁判吹。第1張黃牌，第82分鐘，西班牙的中場核心羅德里跟他有一下身體接觸，他倒地了，裁判沒吹犯規，他從地上爬起來，衝着裁判揮胳膊抗議，吃了張黃牌。按說吃1張警告不算大事，壞就壞在他吃完牌還衝裁判鼓了幾下掌，陰陽怪氣兒那種。前英超裁判主管哈克特後來點評，那幾下諷刺鼓掌，其實夠直接給第2張黃了。裁判當時忙着讓比賽重開，沒瞧見。哈克特的原話是：我覺得他算走運，不過決賽裡裁判多少都有點不願意掏紅牌。第2張黃牌，傷停補時第3分鐘，他追一個基本追不上的球，腳直接伸進去，把西班牙的小將庫巴西鏟子飛了出去。一場裡吃2張黃牌，自動變成1張紅牌，人直接罰下，隊裡還不許補人。西班牙媒體賽後的判斷相當一致，那個位置離球門老遠，這個險冒的完全沒必要。第2張黃給的公正，本屆有條新規，視頻助理裁判可以介入第2張黃牌。視頻助理裁判說白了就是場外一幫人盯着錄像回放挑錯，跟網球的鷹眼差不多，但只有明顯錯判才會改。複核很快就完了，判罰維持。美國最大的那家體育媒體裁判專欄說的更直接，就他自己做的那些選擇來說，他沒什麼可抱怨的，他自己不認，抗議要求看錄像，磨弄了好幾分鐘才肯走。離場的時候，他朝阿根廷球迷的看台方向舉了舉手，有媒體把這個動作寫成向球迷求原諒，然後他一腳踢翻了場邊的一隻話筒。4天前的半決賽，他進完球跑到英格蘭球迷跟前，雙手放在耳朵後面聽人家的動靜。4天後的決賽，他朝自家球迷舉了舉手，轉身走進通道。同一個人，同一雙手，就隔了4天。剩下的比賽沒啥懸念了，阿根廷10個人踢滿30分鐘加時，加時賽第106分鐘。西班牙前鋒費蘭托雷斯進球，1-0到頭了。阿根廷那場常規時間一腳射正都沒有，世界杯決賽歷史上頭一回，門將大馬丁一個人撲了11次，也是決賽紀錄。他都神成這樣，還是沒保住。世界杯辦了快100年，決賽裡被紅牌罰下的球員，恩佐是第6個，也是2010年以來的第1個。前5個：1990年阿根廷的蒙松和德索蒂，一場裡倆；1998年法國的德塞利。2006年的齊達內，就是用腦袋頂人胸口那位。2010年荷蘭的海廷，加說6個人裡3個是阿根廷人。還有條規律更扎心，
決賽裡有人被罰下的球隊，一支都沒拿到過冠軍。對了，中場哨響之後，場上還打起了一架，那是另外幾個人的事兒。恩佐當時已經被罰下，不在場上，也沒有任何報道說他摻和了。那事兒咱上期整整講了一集，鏈接在描述欄。判罰這塊基本沒人替他喊冤，那他自己是咋說的？阿根廷輸了球，可真讓外头上火的是輸了之後的態度。中场那场架，一堆人喊決賽是被安排好要輸的，外头給这支队貼的標籤就仨字儿：輸不起。恩佐是那張紅牌的主角，打架沒他的份兒。可全世界等着看的就是他認不認這一腳。決賽第二天，7月20號，他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發了篇長文，全文不長，一段一段。第一段，時間過去了，你才明白，有些東西比一個比分大得多。第二段，這些年這支队伍一直用最好的方式代表着我們。他教會人的是，競技不光是贏，是為這件球衣拼上一切，永遠不放下手臂。第三段，我想謝謝所有阿根廷球迷，謝謝你們一直在。謝謝你們讓我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像在自己主場。最後一段，穿上我國家的球衣是我職業生涯最高的榮譽，只要還輪得到我去守護它，我就會繼續把一切都交出去。寫的挺真摯，是吧？可全篇沒有一個字提到紅牌，沒有一句道歉。英語媒體的標題，一家寫的是他沒有道歉，另一家乾脆定性拒絕道歉。據報道，他連賽後的採訪區都沒露面。再品品第一句，有些東西比一個比分大得多，擱在你們輸不起的罵聲裡，這話是什麼味兒？你自己咂嘛。阿根廷媒体两種讀法都有，一邊說他在球隊最難的時候站出了更衣室，另一邊說最扎眼的就是他從頭到尾沒提那張牌。他還真不是不會低頭的人。2年前美洲杯夺冠那陣兒，他在对车直播裡跟着唱了首拿法國球員開涮的歌，鬧大了之後他公開道了歉，那是2年前的舊事，這回也沒人把2件事翻出來扯。咱提這一句就想說明一件事，會道歉的人這一回選了不道歉，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，一封道歉信冒出來了。一條署名恩佐的帖子傳瘋了，寫的是對我的俱樂部、我的隊友、我的家人和所有球迷為我給你們帶来的失望道歉。不少中文報道就是照着這句写的，說他道歉了。這條是假的，假帖是7月21號凌晨發出來的。第二天，阿根廷一家專門核查假新聞的權威機構叫切克阿多出了判定，偽造。發那條帖子的是個粉絲開的假賬號，賬號主自己都承認了，帖子是他這個球迷替偶像寫的。最硬的一條證據是，那條帖子發在推特上，也就是現在改了名的那個 X。可恩佐本人壓根就沒有推特賬號，他平時發東西只發在自己那個曬照片的社交賬號上。這事兒最擰巴的地方，把兩頭擱一塊兒看就明白了。場上動手的那幾個，到今天一句公開道歉都沒查到。反倒是没動手被罰下的恩佐，被自家球迷硬造出來一封道歉信，道的還是讓你們失望的歉。說白了，為沒贏道歉。在那套邏輯裡，打人好像不算個事兒，沒贏才是罪，罪到需要鐵桿球迷連夜替偶像寫檢討。真正該認的那筆賬沒人認，壓根不欠的那種欠，倒有人搶着替他道。那幾天阿根廷球迷圈上偷到什麼份上，你可想而知。你看到的他道歉了，其實有2個來源，一個是他離場時舉手那個動作被寫成了求原諒。另一個就是這封信，動作是真的，信是假的。大家等的那份白紙黑字的道歉，從頭到尾就沒出現過。真出現的那份是一個陌生人替他写的。前幾天網上還傳恩佐的紅牌被撤銷了，那也是把別人的一樁烏龍安到了他頭上。他這張紅牌從頭到尾真實有效。這事兒上期講透了，同一個鏈接描述欄見。這種傳來傳去傳錯的事兒，往後只會多不會少。順手點個訂閱，老馬替你一條一條核。他自己一個字不認，那別人呢？動手的那幾個，他的教練還有梅西都是什麼態度？主教練斯卡洛尼在賽後發布會上替他說了半句話。恩佐第一張黃牌，裁判本來可以不掏，但事已至此，這是決賽，有些事本來可以避免，我們不苛責誰。品一下，他只替第一張黄說了話，第二張一個字沒辯解。多說一嘴，那場發布會，斯卡洛尼講到梅西的時候哽咽了，最後是抹着眼淚走出去的。那場架裡動手的那幾個，前头說了，到今天一句道歉都沒查到。國際足聯倒是立了案在查，查的名單裡沒有恩佐，報紙打分也出來了。據報道，阿根廷幾家大報給他的決賽評分是4分、4分、5分，滿分10分。法國隊報下手更狠，3分，真下場替他喊冤的。有一個，據報道，阿根廷電視評論員帕斯曼在節目裡說，那一下就是蹭了一下，還說被鏟的庫巴西是在演戲。結果同台的2位嘉賓當場反駁，網上罵聲一片。就這麼一個替他辯護的，反倒挨了最多的罵。阿根廷的老國腳們倒是在電視上發了大火，可火力壓根兒沒衝着恩佐，全衝着決賽被安排好要輸那套陰謀論去了。86年奪冠的老隊長魯傑里拍着桌子說：“他們太小看我們這些球員了，
得承認人家贏得光明正大。另一位名宿拉托雷說的更直接，這簡直癲狂到家了。注意，他們從頭到尾沒點恩佐的名。網上有人說明苏力挺恩佐，那是想多了。西班牙那頭呢，被铲的库巴西到今天没有公開回應過這件事儿。西班牙主帥倒是說過不可容忍、不可接受，但人家那句罵的是中場哨後的鬥毆，跟這張紅牌兩碼事，別擱一塊混。最後是梅西，到7月28號為止，梅西從來沒有點名提過恩佐。他決賽後唯一一次發聲是7月20號在自己社交賬號上發的那條，通篇只有傷痛和感謝，最重的一句是這份痛太大了，這道傷口很難愈合。網上有視頻說梅西赛後无视恩佐，那是拿肢體語言瞎猜的，咱不踩。能確認的事實就一條，10年前那個15歲的孩子寫信留住了梅西，10年後梅西對他這張紅牌一個字沒說，說法可以吵來吵去，賬單不會騙人。這一個星期他實打實丟了什麼？身價先掉了。有個德國網站叫轉會市場，專門給全世界球員估行價，圈裡都拿他當參照。7月22號決賽後第3天，他把恩佐的估價下調到1億歐元，而他東家切爾西之前的要價各家報的不一樣。美國媒體報的是1億2千萬英鎊，也有媒體報1億4千萬歐元。紅牌之後，有報道直接寫這個標價必然往下掉，具體數字各家不一樣，趨勢就一個字跌。轉會傳聞裡傳得最凶的是皇馬，西班牙頭號豪門，多少球員做夢都想去的地方。他的經紀人帕斯托雷公開說過，恩佐在看有沒有離開切爾西的可能，但也補了一句，目前沒有任何俱樂部的事是定下來的。然后7月3號，皇馬幹了件豪門很少幹的事，發官方聲明闢謠，說他們沒有為簽下這名球員進行過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運作，也無意進行這樣的操作。話說的死死的，豪門夢這條線眼下的實際答案就這一句。切爾西那邊呢，天都換了，今年夏天俱樂部換了新主教練哈維·阿隆索，當年皇馬和利物浦的中場大師，7月1號正式上任。阿隆索7月13號说過想留恩佐，对，我們聊過了，聊的什麼是私事。注意這個時間，7月13號決賽之前，紅牌之後呢，切爾西俱樂部和阿隆索就這張紅牌到今天一個字都沒說過，位置上還有人擠他。切爾西這個夏天花1億1700萬英鎊簽下新中場摩根·羅傑斯，創了英格蘭本土球員的轉會費記錄。英媒的分析是，新教練的陣型裡，前場組織的活歸羅傑斯和當家球星帕爾默，恩佐可能被推到更靠後的位置去打工兵，那不是他最拿手的活。說句公道話，他场上真不差，上赛季英超36场，10個進球，4次助攻，全队聯賽出場時間第1。這屆世界杯他的評分也排在隊內前列，能力上他沒掉鏈子。真正壓在他身上呢，是決賽那一腳和這一腳帶出來的一整串連鎖賬。那這張紅牌的賬到底什麼時候結？3日子記好。第一個8月24號，切爾西新賽季第1場客場打富勒姆。英超8月21號開踢，切爾西自己晚3天。看點就一個，阿隆索把恩佐擺在哪兒？先發還是替補？往前頂還是往後撤？這是紅牌之後他第1場正兒八經的球。第二個9月1號轉會窗關門。轉會窗就是俱樂部之間買賣球員的規定時段，過了這天買賣停，到9月1號他還沒走，這個夏天就是留下了。第三個9月的國際比賽日，阿根廷隊重新集結，據報道踢的是友誼賽。還有件事，老馬得跟你說實話，按規矩紅牌自動停賽1場，可世界杯已經踢完了，阿根廷接下來是友誼賽，這一場停賽到底算在哪場頭上？什麼時候服？到7月28號為止，國際足聯沒有公告，靠譜的媒體沒有一個說得清的口徑。老馬查不到就直說查不到，不給你瞎編。最後留個題，那張紅牌你怎麼看？選 A， 他就是該罰。決賽最後3分鐘去鏟那一腳，沒有任何借口。選 B， 判得對，但他不是輸球的原因。那場球阿根廷常規時間一腳射正都沒有。選 C， 他真正欠的是那句道歉。大家等的從來不是解釋。評論區告訴老馬你選哪個，也順手點個訂閱。9月1號轉會窗關門，咱回來看他還在不在切爾西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。